嘿 Siri， 把卧室的窗帘关起来。来，你要用颠倒的指令才能去启用它，很麻烦。画面上的男生是一个发福10公斤的 YouTuber。我不是约好这样的台词，他是住在新北市，家里10坪左右的 YouTuber。现在呢，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快速导览。这边是我的客厅，然后这里是我的卧室，长这样。这边是我的厨房。这个是冰箱，这里是我的工作区域跟餐桌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一开始，这边是我的玄关跟我的隐藏淋浴间。好，现在准备来看我们家的好物开箱。Hello， 我是肤浅又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我的新家。你新家到底是要开箱几次啊？今天我要开的东西可不一样，我要介绍我家好用的东西。之前呢，我已经有靠北过我家不好用的东西了。我觉得好用的东西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。现在我住进来已经9个月了，要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我用的好用的东西。今天是丹丹家的好物周年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玄关。好，这边呢就是玄关，玄关这边有一个穿衣镜，出门的时候可以用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换了电子锁了啦。我建议大家电子锁要用好一点。为什么会有鸡毛掸？我跟大家说鸡毛掸子有多好用，因为有一些小灰尘啊，你真的没有办法用抹布用啊。你看像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，这个时候鸡毛掸子就很重要，还可以当粉扑来擦粉。我又没有在化妆，没有吗？那给大家看哦。大家看到这个符号了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代表是浴室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到我家找不到浴室在哪里，还是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就一个门啊。浴室门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之前那些人来我家找不到浴室的门在哪？我记得那个贴纸也有人问在哪里买的，因为其实蛮可爱的。这个我谈不到团购，大家对不起哦，我不够大咖。浴室很简单，我也什么都没有改，我唯一就只有在这边加装2个挂钩。然后我浴室里面，我这个架子上面是有这个刮水板。后来我住进来3个月就贴膜，所以我就不用这个刮水板。大家可以看没什么水痕啦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贴一下。这个是 CeraLive 的。你的保养品还没介绍啊，对耶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保养品。这个我好像还没有认真公开过。这边呢是我现在在使用的香水，已经精简到43罐。然后这个是香油，上面是我的沐浴备品。这个乳液啊，它擦了身体之后会让你皮肤比较细致，因为它里面有酸。这个是保养油 A 醇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说，你保养品花再多钱，如果你有一件事没有做的话是没有用的哦。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。你这个肥皂是？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羞耻啊哦，因为肥皂如果你这样子不用完，你难道要把它丢掉吗？对，其实我也是会把那种东西把它放在网袋里面一起使。哦，我网袋里面这个啊是洁颜球啦，洁颜球用起来就皮肤会比较保湿一点哈。那你那个都已经黄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换？这个滤芯啊，我1年前就买了，当初在旧家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过滤的滤芯。那当时是旧家，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管路不干净是很合理的。那我9个月前搬进新家之后啊，原本想说，这边是新家，这个滤芯应该会蛮干净的吧？结果也是没有。大家知道这用多久而已吗？这大概用3个礼拜而已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滤芯啊，原本应该是什么色？这么白3个礼拜就变这样。而且我这个是新成屋，如果你家是那种旧大楼啊，或者是老公寓啊，那个管线之脏真的是不堪想象。它里面是有3道式的过滤啦。我现在皮肤的状况是蛮好的，大家可以看我其实除了熬夜会长痘痘之外，太近了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我再给大家看吗？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外面哈。这边是我的客厅，加上我的衣柜，上面的衣服很高，很难拿到，对不对？上面的空间也应该要运用起来，就这样子。轻轻松松拉下来，你想要什么衣服都可以直接拿，有轻轻松松的把它放回去，一点都不费力。这个是我衣柜我最满意的地方。这边是我另外一个衣柜，也都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拉下来的，很好用的衣柜。这个我都蛮推荐大家去做的啦。我166嘛，这样子就非常的好用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平时在家放松享受的地方哈，我就会在这边这样子，就稍微喝一口水啊。在这边看电视，这边有我的环绕音响，后面有2座，这个是 Sony 的，然后前面有电视，一共4件环绕音响搭配 Sony 的电视，电视是75寸。那我坐在这边，我的距离大概是2.5公尺。臭你哥，你会觉得有压迫感吗？完全不会，很舒适，对不对？所以电视还是尽量买越大越好。对，而且家里呢要做智能家居，我发现真的是非常好用。我的房间跟外面各有一颗 HomePod mini， 听我的指令嘛。那同时它也可以放音乐，还可以再跟我的这个音响串联，等于我家不管到哪里
都会有音乐。可以示范那个关灯啊，就一键出门的时候。Hey Siri， 出门喽。但出门呢，我会留灯，是因为那是我的发财灯，我永远都不关它的。Hey Siri， 早安。这样全开很方便，不用去找我的一键开关。我不管在哪里，我随时都可以控我全家的灯，而且不只可以控灯，你也可以控音响，也可以控窗帘。那我整个智能家居的花费没有想象中的贵，我做的是最简单、最土炮的。对，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开关都换成这种智能的开关。台湾品牌叫 Viso 啦，我就想说买台湾的我比较安心哦。然后这边是我最喜欢的边机，平时我如果要在这边吃点小点心，然后看电视呢，我就会把我的食物放在这上面，点上我这一盏可爱的小灯 Golden Brothers， 它有5种姿势啦哈。那因为我本身是0号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姿势，很可爱。这好像不用特地告诉大家，有对，人因为 care 吗？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所以我好像也不用讲，应该是蛮明显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啊，为什么你要一直啊？你是很渴吗？这个是大人的饮料，上镜头我会紧张，我需要消除一点紧张啊。我想说不要直接端了一个酒杯哈，这样子劝酒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我今天这个是大人的快乐水。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厨房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。那边是衣柜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冰箱。冰箱现在很乱，要给大家超级乱。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有在煮饭的冰箱长什么样子啊？有在煮饭的冰箱，实在是已经放不下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你们直接去找别人的团购，因为我每次买别人的。对，我买那个 Amber 的团购，我也是狂买，太好吃了。贡菜，这个是冷冻柜，它的优点就是隐藏式啊，缺点就是真的很小。基本上以这座冰箱的价格，你可以买到双开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买那个？因为我家很小，我一方面摆不下，一方面我真的不希望我在客厅看到一台冰箱，那视觉上就让自己不像客厅了。好，然后再来这边呢，就是我隐藏的电器柜。有很多人问我说，这一台机器它是微波烤箱，有没有开团购？我根本没去谈啊。对啊，我想说人家不会理我吧？没关系，大家就直接上网去买就好了。如果说要煮汤，我都用这个金小万。然后这个金小万呢，臭脸哥他真的是用到出神入化。你知道他一天可以出5到7餐给我吃吗？可以用它煮绿豆汤、煮鸡汤，可以煮炊饭，然后也可以拿来炒东西。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是什么吧？对，揭晓给大家看哦。你们看它这个外形，有没有是不是很难猜测？这样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这个是电饭锅，因为我平时真的就一个人嘛，那极限也是到2杯。这是我们在日本买的啦，所以它电压呢是100V，大家就再自己评估一下。它就是特别小，长得又可爱，然后我喜欢看不出外观是什么功能的东西，好像1000多块而已吧。下面这边就是放一些干粮的地方啦。我去日本买的这个米瓮。我觉得很好用，这样起来就是1杯哈。对，然后里面有放了这个是细藻土的防潮蛋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：细藻土。台湾叫什么？细晶片、细胶，我们不叫硅晶片，不叫硅胶。那上面那个灯念什么灯？砍灯，这叫铅灯。再念砍灯，我都掐死你！我是说臭脸哥啦，哈，其他人要怎么念都没关系，大家开心就好。然后这边呢，当初就是把厨房整个打掉，做了这个厨房，那真的是花了不少钱，可是我非常满意。至于原本的厨房长什么样子，我之后会去拍邻居的家，他家的厨房完全没有变。1个月后让大家看原本的厨房长什么样子。那后来我把厨房改这样，一方面是改宽了，主要是这个水槽啦，水槽大2倍，建商那边也塞不了洗碗机。不过说到洗碗机呢，我是要跟大家靠北一下哦。当时我家太小了，我装不了60公分的，那这个是45公分，它都不会自动弹开。它洗完它就会提醒你，但是你要自己开，你不开它就是闷在里面，然后起水珠。然后我打开之后我要干嘛呢？它会附一个这个有没有？就是大家用 Bosch 都会这样做，这样撑着。那撑着之后还没完，对，来这一台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功能吗？很厉害吗？这个是它的电线。它电线就是这样一拿，它就吸住了，就超厉害的。然后这样回去，你看它会吸回去，它就充电了。这是一台无线有电池的循环扇，然后呢，我就会摆在一个我想要吹它的角度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现在如果那不想要放在上面的话，它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变高？可以，这个是很方便的东西，就是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。这样就好了，可以用遥控器，你也可以按它上面这个头，它上面这边都有可以控制，然后就把风吹进去。对，大概吹个30分钟，其实差不多就干了。它风力蛮强，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让我比较困扰。你脸已经越来越红了，你
还要继续喝吗？一开始我刚刚不是说好中场休息吗？我没有喝醉哦。之前呢，我加装了这个饮水机，这样子我用它用到现在大概已经快要3个月了吧。我是真的相当满意哦。这个上面按出来它是冰的气泡水，然后厨房的台面真的很重要。那时候装了这个。它真的不便宜，可是我非常的满意。这个是凯撒金石，耐热度极高，也非常的抗刮。好像很多人会做这个测试吧？再来用菜刀刮它有没有？然后它硬度就是很够。它可以直接当砧板，但我不会这样做啦哈，因为我是觉得卫生还是很重要啊。这平时都是用抹布在擦的，就是另外再买这个砧板来用。Marna 日本的牌子，蛮推荐大家，如果到日本可以看起来，你去那种 Loft 都可以看到，这都是他们家的，这些东西都很好用。这个是矽胶夹子，它上面有做一个矽胶软垫，汤勺我觉得都非常好用又漂亮。重点是它并不贵，它真的是不贵，这每个东西都几百块而已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说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用，这个是细藻土，但它就真的很贵啊。那现在是不要介绍了，真的很贵。好，这个牌子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细藻土的品牌。那它在日本呢唯一的门店展售是在金泽，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到金泽的话，可以去参考看看，他们店里面卖的东西真的很棒。那它的品牌名称叫 Soil， 就是泥土的意思。它也可以网购啦，送到你住的饭店。然后当时呢，为了漂亮，我就做双口的电磁炉，所以我家里人很多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来不及出菜。上次我们要煮火锅的时候，我的锅子只有这样，然后另外一个更小，另外一个是1人份，2个开工还不够8个人吃。然后再加上呢，你是用铁锅，它其实在 IH 炉上面是不太好使用的。我们的炒锅是铁锅啦。对啊，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，哎，好碍事。你看像这个有电线有没有？它就很麻烦。但像这个呢，你随时就可以把它拔开，然后爱挪到哪挪到哪。这当初想说可以过滤空气啦，但我要跟大家说，这种2合1的东西就是废物。之前我邻居在装修，他喷漆，那整个毒气都跑到我家里来，我这个开老半天也没有用啊。它只能简易的啦，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有毒气的状态下，它没办法帮你过滤太多。那我当初为什么会买它？因为我想说我家很小，我不能有2台机器，这样子会很挤。那现在我发现还是得要买这个啊，所以这整台就是一个浪费钱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是补靠北吗？但是这一集好像是要来说好物哎，没啦，它没有不好啦，它很漂亮哦，这个是一个大优点。我是很重视外表的人，我是外貌协会。我要跟大家介绍，你如果到日本去，你就可以去逛，它叫 Standard。它这个美浓烧有什么好处呢？轻薄，而且又长得好看，而且它其实蛮结实的哦。这个东西大家会以为花很多钱吗？没有，这个美浓烧超便宜，这一个盘子大概100块台币吧。它是日本制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我是真的蛮推。大家有到日本的话可以搬。然后再来就是这里是我的工作区跟我用餐的地方。当初我原本是想要买一张很漂亮的长桌，美观很重要嘛，可是对我来说实用更重要。因为我平时呢除了吃饭，我是会在这边工作的。那我剪片有时候一剪就是一整天，真的没有办法一直坐着，对身体很不好，所以我就会让它站起来。后来呢，理智还是战胜了感性，所以我就还是买了升降桌。而且这个家具还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是小宅的话，你现在很难有空间可以同时你有摆电脑桌，你有摆餐桌，这个就是2合1，这样可以节省空间，然后又有实用性。有团购吗？没有团购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买别人的，我是买小资水水的团购。但我觉得大家就是看有网红在开，他1年会开1次，你就赶快跟上，没跟团价格差蛮多的。但这边呢，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灯有多好用，台湾的品牌，它叫喜德。首先它的设计很极简，它有黑跟白2色。那它有什么特异功能呢？这样它可以手控，然后这样。快速，它还可以做一件事，你这样挥过去，色温就会变。我喜欢这个玫瑰色，改变亮度。你这样靠着，它就可以渐亮渐暗，就这样点。有设计感的灯具，它其实同时也是可以兼具实用性的。那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，它是我的摄影区。像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收藏香水啊、可爱的小物嘛，想要出美照的时候怎么办？灯光是很重要的。我这一区呢，就是我专门用来出美照的地方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摆好的小物，旁边有一个淡淡的光源，渐层感就出现。再摆这个小路给大家看，小路摆上去之后啊，它是不是会有一点亮暗的渐层，立体感就出来了，质感也上升了。所以呢，这边是我的摄影专区，我自己非常喜欢。但它最近多了一点市侩的感觉哈，因为我需要发财，所以我在我的财位放了一个聚宝盆，是草草老师帮我制作的，里面有很多好东西。然后最后上面放的是一颗粉晶，是因为我需要招一些人员。好，那旁边呢是很可爱的，它是皮卡丘多肉植物。那我怎么还没死？怎么会死？不许你胡说，因为多肉植物是很好养的。不一定哎，对啊，你也是
是养死过啊。这个是我看那个珍奈特每天都在瞎忙的影片，然后介绍到他们有开团购，然后我就跟着买了，然后我也忘记品牌了，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，可以看那个珍奈特的影片。我干妈妈送我的永生花，它永远都不会凋谢。这个板材跟厨房用的是同样，都是凯撒的金石，上面跟下面都各装了一片。那它好处就是非常抗刮耐磨，所以我平时在这边放任何金属的物品，我也不用担心。然后这个咖啡机呢，是我搬进来这个家的时候，朋友送我的入错礼。原本我是不喝咖啡的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它的咖啡真的是还蛮香的。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咖啡出来之后，它就有很大量的泡沫，你加牛奶进去，它就好像有一个自然的奶泡感。那会有人好奇这个吗？这一个是磨马告的，一个是磨胡椒的，我买了2个。对，这个是北欧品牌叫 Hey， 它的研磨罐。这种东西当然大家都有出电动的啊，可是因为我还是喜欢那种手磨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手磨它会有一个快感，咔咔咔的感觉，很爽。但它很贵。啊，对，不要透露嘛。我的饮料呢，我需要喝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一扇门进去就是我的卧室哦。然后现在我每天要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在这里享受我的。来，大家看那边。好爽哦！这荧幕这么大，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有团购过的投影机，重头戏来了。之前呢，我开箱我新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跟大家推荐我躺的枕头。那这个枕头呢，它是我找了非常非常多门市才找到的一个品牌，它叫做纯粹棉。那我为什么会推它呢？其实我现在买东西很讨厌一件事，就是品牌溢价。我觉得我花的每一分钱应该要回归到产品本身。可是你的胡椒罐就溢价很多哎。好啦，我双标，大人快乐水帮我拿过来一下啊，压力好大哦。那个摄影师他会呛我，我是帮大家当嘴替啊。每个人的身体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枕头如果可以因应你的身体去适应你，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这个牌子呢，材质它不是一整块的，它其实是切成小块铺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我是可以去调整它的高度。例如说，我希望它中间凹陷一点，我就这样子弄它，它就会往两边跑，肉眼可见，有没有？它中间就会比较有凹槽，可是它下面还是有支撑性。床硬的，我会推荐躺高款的。那你床如果是软的，我会推荐你躺低款的。我同时呢，也想要跟大家推荐他们家的床。那我是觉得床至少要睡超过半年才能过我这关。那像我睡了9个月了，我非常的满意。大家到他们门市就可以直接试躺，土城海山站这边就有门市。那这个床我躺给大家看，它的支撑力非常的够，躺上去，有没有？它就这样整个支撑住了，然后腰的这边呢，我也觉得被拖住，这件事对我来说蛮重要，因为屁股肉比较多的，你如果躺在支撑力不好的床，它就会这样撑起来，就不舒服。可是它这边就刚好可以包覆住，所以我正躺也很舒服。那我想要侧躺也可以，因为侧躺之后手就会有一点压力嘛，因为手会被压住嘛。可是这个侧躺之后，它也会刚刚好包覆住。那这张床呢，是他们门市里面中价位的床。那像我同学啊，他就去买了他们家的文青款，那一张床呢，大概就1万多块而已。可是我觉得睡起来也很舒服哎。我那时候为了要买床嘛，我看了10几家门市，我觉得他那1万多块的床躺起来就有外面大概3、4万块床的感觉。那这一张床呢，如果你是买目前团购的话，不会超过4万块。那这不是厂商赠送的哦，这个真的是我自己花钱买，后来躺了真的觉得舒服，我跟他们谈团购。因为那时候我去看了很多那种顶级品牌哦，10几万的牌子有没有？躺感当然是比这个好，可是我觉得这做到将近是那个90%的躺感哎，这件事情臭脸哥他都陪着我去做，他应该也很有感觉。没错，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他们门市躺躺看，然后我同时也要推荐他们的寝具组。这个寝具组呢，我这样住进来也已经住蛮久的，然后后来改换他们的，我觉得它的质料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好。上次团购之后我就买了。臭脸哥，你自己睡了那么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材质就是很舒服。其实这个是纯棉哦，你可以看出它的光泽哈，我这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透气，我觉得质料是非常的好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团购也一样会全品项的都开给大家，因为它的品项太多了。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个产品有兴趣，我会直播，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到时候我收集足够的问题之后，我会在我的留言板上面直接置顶，告诉大家我什么时候会开直播。我同时也会在我的团购社群跟我的 IG 的限动上面公布这个消息，直接加入我的团购社群就可以了。那如果直接去门市的话，是不是一样可以享有团购价？可以，只要是在我们团购合作的期间，你到他的门市说你是丹丹的客户，你就可以享有团购价。就感谢大家支持我推荐好物。现在来到重头戏了，我家的这个窗帘呢，原本电机是装反的，那你们觉得我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吗？嘿 Siri， 把卧室的窗帘关起来。来，你要用颠倒的指令才能去启用它，很麻烦。那我要示范给大家看。嘿 Siri， 把卧室的窗帘打开。
哇，终于修好了。变正了，我住进来9个月，我终于有正常的窗帘可以用。阳台的部分呢，上一支影片不是有跟大家说，我真的受够建商付的那个晒衣架，我真的不会用。后来我就换了这个是电动的，那我找了国产品牌，这个是 HCG 的。那我原本是想要装它的旗舰款啦，因为我都觉得你要用就用到最好，可是我阳台太小了，我装不下，这好像叫豪华款吧，它可以这样。而且如果你嫌它不够长，它还可以再增加距离。再来呢，我的盆栽区已经摆好了，我的植物种得非常的旺，都没有死掉，我是相当的满意哦。因为才刚买没多久。不许你胡说。我们下个月之后再来看看它能活着。我家应该不会再开箱了，应该不会吧？你确定吗？还要开箱什么？大家都看过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到客厅去哈。跟现在呢，我想要好好的跟大家感谢一下，因为我的频道经营1年，居然顺利的破2万订阅了。有很多吗？很多，对我来说很多。影片的流量都相当好啊。我现在如果是介绍新家开箱的影片，保底也都有25000的观看，相当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。欧王喝太多了，吃喝玩乐不打烊。拜拜，拜拜。Oh no， 这一盆才刚来，这是怎样？这个直接烂掉哎，我傻眼。其他都好好的，这个每次来都死掉。